对，它是有一点淡淡的微酸，其实真的是超清爽的一个东西。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第9集的 Wicked Beer Review。那继2周前呢，我们邀请到了 TT， 这一周我们又很荣幸可以再邀请到他一次。那这一次我们要介绍的，上一次是介绍 Mikkeller 嘛，我们在丹麦的酒厂。那这次我们要介绍的是 Epic Brewing。Epic Brewing 是来自于美国。有一个问题我想要问 TT 的是 Epic， 我记得 Epic 好像也有一个纽西兰酒厂叫 Epic， 那2间酒厂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其实他们俩就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酒厂，只是非常凑巧都在 Epic。这个 Epic 呢，它是美国一个还蛮老的酒厂，它是在美国犹他州就是创立的。那它现在其实有一个分厂在那个 Denver， 就是科罗拉多州，但是它并没有在另外一个分厂在纽西兰。纽西兰就是一个完全独立的酒厂，所以这两个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那其实这个比较晚进台湾，那就是它是美国的酒厂，不是纽西兰的酒厂。哦 ，OK。然后据说，因为他们两个都是同名字，所以其实好像在大中华地区有一个那个大中华地区在我们对岸这边好像没有办法进到看到 Epic Brewing， 就是美国 Epic Brewing， 我们现在是美国 Epic Brewing 的酒，然后在那边市场只能看到纽西兰的 Epic 的酒，对，所以我们还算蛮幸运的，可以在台湾可以在台湾尝到2支美国还有纽西兰2家酒厂的酒。好，那第一支呢，我刚看到这个酒瓶，我觉得还蛮特别的是Los Locos， 一看名字就知道是西班牙文来着的。那 Los Locos 它这边旁边有写它是一个 lager。那这支 lager 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它这个 lager 其实它是，如果大家仔细看一下的话，它是有一个 Mexican lager style。那为什么会是 Mexican lager style？ 其实它是一个最近在美国还蛮兴盛的新的一个啤酒风格。这种风格它的特色是在于它常常会加一些莱姆然后再加一些海盐下去，可能有跟那个 Corona 有点关联，我不太确定。但是现在这个在美国是还蛮流行的，这个 Mexican style lager。所以它可能之后也会列入到一个正式风格里面，也不一定。就是有幸台湾目前可以尝试到这种有趣的风格，那我们可以先试试看。好，那这一支它就是 lager style， 然后当然 lager， 其实它这支4.8对于 lager 来说算是 OK 的。会偏高吗？还是算是平均值左右？差不多平均值。OK， 好，那我们就开起来喝看看它的味道。这是我们就是开了 Wicked Beer Review 来呢，第一支是以 can 的包装呈现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问一下 TT， can 跟 bottle 到底哪一个好？因为一直有这个迷思是玻璃罐装好像就比较高尚一点。那事实是不是如此？其实就是铝罐这个东西。大家可以想说，就是啤酒啊，它如果被于光照这个紫外线的照射的时候，它的啤酒花里面一个成分会被分解，会产生出一些臭油的味道，英文是 skunky 的味道。OK。如果大家想要去体验这个味道的话，更简单的方式，你直接去买一瓶 Corona 或是海尼根，然后直接去把它放阳光下，大概晒个30分钟，它就会有那个味道出来。OK， 所以其实也是蛮方便。然后就是铝罐，它可以完全阻隔这种光照的这个破坏。所以它的对于啤酒的保存是很不错的。可是因为就是可能一直以来台湾的市场上，就对于铝罐就觉得它就是一个便宜的东西。那现在把它转换成精酿啤酒的时候，这个观念就带过来。OK， 跟大家觉得说，玻璃瓶是个比较高级的东西，那也比较好看。对，然后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误解。可是其实你看，其实铝罐又轻，然后也是环保啦，然后对于啤酒的保存状况也比较好。了解。对啊，所以我觉得大家是可以去多去购买或是去消费这个铝罐的啤酒。OK， 所以就保存的难易度来讲，其实 can 不会亚于不会输于玻璃罐装。对，甚至比玻璃罐装更好。
对，OK，所以各位以后不要再对于这个铝罐装有太多的有太多的误解，其实它是一个很好的保存容器。好，那这一支呢，因为它是个拉格，在这边对于酒色，然后跟它的酒泡不会有太多的惊喜。那酒色其实就像是一般会尝到拉格，它带金黄色，然后它是清澈的，不浑浊。那这支我刚刚觉得它的泡泡是不是稍微偏少一点点？对于拉格来说，对它其实泡泡量没有那么的大，甚至就是消散的有一点快。会是因为盐的关系吗？会是因为有盐分的关系？我觉得有可能，它可能就是跟那个蛋白质啊什么的作用，它那个就是比较不容易生成那个泡沫层。然后香气其实就是lager， 然后有带一点点莱姆的味道。盐味我还是没有闻到。盐味应该比较难闻，目前没有闻到太多。对，刚本来想说可能会闻到一点点海盐的味道，但是好像也还没有。所以可能就会要用尝的才尝得出来。OK， 来，干杯 ，Cheers。觉得如何？它其实 lager 的味道没有到很多反而是 lime juice 的味道。对，它是有一点淡淡的微酸。其实真的是超清爽的一个东西。对，然后后面的尾韵，我觉得是稍微有一点点咸味了。就稍。所以我觉得这个酒其实它以拉格当其实还蛮聪明，它就是完整的衬托出就是 lime 的这个东西的风味在里面。然后所以这一支酒它自己的文案就是说它很适合去海边啊，或者是去户外运动的时候带上这一支酒这样子。而且平常如果咸台啤又很苦的话，那我觉得这个真的不能再抱怨了。这支应该可以达到这些连台啤都觉得很苦的人的期望。对，没错。所以这支就像刚刚 TT 讲的，这个带去海边，或者是其实我自己一直很想露营，所以每次都会提到露营这件事情。去露营或是野餐的话带这个，然后对于没有喝啤酒的人，其实他们也还蛮能够接受这支拉格的味道。好，这支，因为我之前没有喝过太多，应该说我完全没有喝过美国 Epic 他们家的酒，所以对这个酒厂没有任何太多的想法，或者是我们也不太知道它的 beer style， 就是他们自己的强项，就是酿酒的强项到底是在哪里。不像我们可能对 Stone 很熟悉，就知道 Stone 它就是非常狂野奔放，然后什么东西都是很 punchy， 然后很重的这个风格的酿酒风格。那 Epic 我们没有太多的涉猎，所以这完全就是一个全新的体验。因为 Epic 这个酒厂其实在美国已经蛮久了，那他们的特色就是他们的产品线很广，他们从这种最清爽的这个像 Lager style 的啤酒到 IPA 美式小麦，甚至到就是他们有一个系列叫做 Big Baptist， 它就是一系列的统称，比如说加了可可、咖啡，然后各式各样的统称，比如过3种桶 Bourbon Rum 之类的桶子，到酸啤过桶都有，所以这个酒厂其实他们的尝试是非常多样化而且有趣的，然后其实品质都做的还蛮不错，就还是个蛮可以大家去尝试的酒厂。OK， 所以代表有机会能尝到 Epic 他们其他不同系列多元化系列，像是刚刚有提到的Baptist 这个系列的啤酒在台湾出现，这也是未来有机会的。有机会，懂意思哈？好说。好，那这支我觉得，我本来想说 Mexican Style Lager 可能就会是一个跟可乐娜很相近的味道的啤酒，但是这支其实我个人还蛮喜欢的。然后它不会有，因为其实可乐娜我觉得还是会带因为可乐娜本身它瓶子是透明的，所以它那个 skunky 的味道就很重。那这支完全就是很干净，然后莱姆味道很重，甜甜的，然后带一点酸，一支好喝啤酒，漂亮。